朋友们，你还没听说过吧？特定的人物角色现在可以创建 AI 视频影片了，不再是结果随机的文本转视频，也不再是毫无创意的图像转视频了，而是你可以把自己或者任何角色作为视频的主角，创建出任何场景的 AI 影片。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怎么使用 AI 创建同样场景内容，但是不同镜头取景的视频，怎么让近景和远景的影片组合成完整的故事，最后作为你的创作内容输出。只要认真看完本期影片，你就能知道怎么样可以做出吸引观众眼球的内容了。先给我点点关注，马上带你上车。OK， 我们打开 Pixelworks.ai 网站，相关链接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Pixelworks 的一个新功能——特定角色人物生成视频。OK， 点击 Get Started in Web 按钮，来到登录页面，可以使用邮箱密码登录，也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在主页面，我们会看到风格不同的一些影片，也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灵感参考。它的新功能在最上面的 Character 这里点击一下。现在呢是 No Character， 就是没有人物，我们需要上传我们的人物作为视频的主角。点击 Create Character 按钮。在这个页面，我们需要上传一张图像。图像的要求呢是这张图像里面只能有一个真人，而且他的脸呢需要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还要求是一张大头贴，不能模糊，也不能有遮挡。OK， 点击 Upload Here 按钮，把我的一张照片上传过来吧。OK， 上传成功，鼠标移动到左边，给我们的角色命名，发。Type 只有一个选项，就是 Character。 Style 风格现在呢也只有 Realistic。 现阶段呢是只支持真人角色，后期将会拓展支持动物、动漫角色等等。 OK， 然后点击 Create Character 按钮，我们的角色呢就已经创建好了。左上角 Processing 说明了这个角色正在上传中，我们不需要管它，直接点击页面右上角 Create 按钮，来到了视频创建面板。在左侧 Text 这里呢就是文本转视频，接着是 Image 图像转视频。这两个功能呢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都有讲到，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要讲的是它第三个功能，也就是它的新功能 Character。 点击一下，在这里我们需要输入 Prompt 提示词 Negative Prompt 否定提示词，然后下面的 Character 就是我们刚刚上传好的发这个角色了。如果你并不擅长填写英文提示词，或者不知道怎么样描述才能生成自己想要的风格内容，不要紧，这里分享一个特别好的填写英文提示词的方法给到大家。来到 CR.ai 网站，这里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创作灵感。 OK， 把鼠标移动到上面的搜索框，比如我想要搜索邮轮美女，点击 Enter 键确认。搜索结果里面不同风格衣着场景的邮轮美女应有尽有。选择你喜欢的图像，单击一下就会来到了图像的详细信息页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张图像对应的提示词。为什么这里的提示词是中文显示呢？是因为它识别到了我的本地语言是中文。CR 有个非常贴心的小功能，它可以把本地语言翻译成英文。点击一下这个按钮，下面的提示词呢就变成了英文了。我们直接就可以点击复制，把这个提示词复制下来，然后回到 Pixelworks， 在 Prompt 提示词这一栏粘贴一下。OK， 下面的 Auto Character Prompt 是自动添加提示来增强你的视频保真度，也就是后台会完善我们输入的提示词，让输出的视频呢更接近我们输入的提示词的意思。否定提示词这里，比如我不想要有男的出现，我就输入一个 man。 我不想要模糊的背景 blown background， 而且我还不想要看到手 hands，
为什么我要输入 Hans 呢？因为我想要先得到一个近景的视频，然后再教大家怎么运用这个近景视频来生成远景视频。近景和远景搭配了，才会让我的整个影片具有故事连贯性。OK， character 发没有问题。视频尺寸可以16:9、9:16、1:1、4:3和3:4，大家根据需要选择就好了。Seed 种子这里，我们可以点击后面的刷新按钮，随机生成。OK， 往上检查一下，没有问题。点击下面的 Create 按钮，在右边就显示 Your video is generating， 就是我的视频正在生成中。OK， 视频生成好了，我们点击打开播放一下。效果非常不错，我就到了邮轮旅游了。OK。右边呢有一个 Upscale 按钮，也是 Pixelworks 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升级我们的视频。点击等待视频生成。OK， 视频生成好了之后，它的右上方会有个 Upscale 的，就是升级画质的标志。点击打开影片看一下。OK， 没有问题。点击影片下面的 Download 按钮，下载下来。给大家看看升级后的视频帧宽，右击属性，打开详细信息，帧宽度3840，帧高度2094，对比原来的1408、768是高了不少。OK， 回到 Pixelworks， 现在近景的影片有了，我们开始创建远景影片。打开刚刚下载好的影片，用截图软件截取一个画面。在保存之前要检查截取的图片的上面和下面有没有黑边或者黄边，如果有的话就要把它截取掉，因为我等一下要教大家怎么去拓展这个画面，要求就是我们的图像不能有黑边。OK， 没有问题，点击保存下来，打开 Styla.ai 网站。它是一个拓图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对图像进行生成式填充，把近景拓展为远景图像。OK， 点击 Start for Free 按钮，来到登录页面，可以使用邮箱和密码登录，也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登录成功，我们鼠标移到 New Project， 点击一下，新建我们的项目，给我们项目命名，比如邮轮美女。下面是尺寸，我选择16:9，然后点击 Apply 应用。在这里，我需要把刚刚截取的图片上传过来。打开文件夹，上传图片。在图像的下方有3个小功能，第一个是 Remove Object， 就是移除图像里面的元素，然后 Remove Background， 移除背景。接着是套索工具，也是用来套选元素，然后去变更的。而拓展图片功能呢，是在左侧的菜单栏 Generative Expand 这里点击一下，来到了拓图面板。图像的上下左右都可以通过鼠标进行拉伸。比如我想要右边的这艘船全部显示出来，那我就鼠标拖拉一下，对应的左侧我也拉伸一下。OK， 然后点击 Stylize 黄色的按钮，它会生成2个拓图的结果。OK， 我们点击一下第一张图，船是全部都出来了。再看一下第二张，第二张的这艘船呢，就感觉协调了很多。OK， 单击选中图像，点击下面的 Place on Canvas 按钮，把它移到了画布上面。然后我们再用这张图作为底图来继续拓展图像，把后面的图层隐藏一下。莱尔文这里旁边有一个小眼睛，点击一下。然后鼠标移动到左侧 Generative Expand， 点击一下。这次我想看到完整的一个天空，让 AI 填充一下图像的上方。OK， 继续点击 Stylize 按钮。为什么不一次性拓图呢？这是我多次尝试的结果。2次拓图的输出质量呢会更好，也就是我们不能一下子给太多的工作，不然呢 AI 就很容易会乱来。OK， 2个结果生成好了，看一下，感觉第2张的效果好一些。同样的操作，单击选中第2张图，点击下面的 Place on Canvas 按钮，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多次拓图，直到得到你满意的效果为止。
然后点击页面右上角 Export 按钮 Download， 把图片下载下来，回到 Pieceworks。OK， 我们开始生成远景视频，鼠标移动到左侧，点击 Image 按钮，然后把我们刚刚拓图好的远景图像上传过来。Prompt 提示词这里可以输入 Water moving 水在动， Wind blowing 风在吹， Boat rocking 船在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 tips， 水、风、火、雨、光、影子，这些呢都是现在 AI 视频技术做得非常不错的地方，我们在日常的创作中呢就一定要运用起来了。接下来是 Camera Motion， 就是相机移动方式。Horizontal 水平，比如我想让相机往左移，那我就点一下滚轮的左侧。Vertical 垂直移动方式，比如我想让它往下，就点一下左边的滚轮，结合起来呢，就是相机移动会往左下方。接下来 Roll 就是逆时针或者顺时针旋转， Zoom 就是缩小或者放大，大家根据需要设定。因为我是想要做一个近景和远景连贯的完整的一个影片，就像电影视角一样，所以我暂时就不需要设置，都设置为0就好了。接下来是运动强度，按照我的经验，推荐真人视频的运动强度呢，就设置为 0.17 到 0.27， 这个范围视频的质量呢会更好。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尝试。Seed 种子这里，我们需要打开近景的影片，往下拉，这里有它的一个 Seed 种子号，我们把它复制一下，返回，粘贴过来。这样设置近景和远景相同的种子号，这个方法呢，我就会得到的视频风格类型是一样的了。HT Quality 就是高品质，这个功能打开之后呢，生成视频的时长呢可能会多1到2倍。OK， 点击 Create 按钮，等待生成。给大家讲一下 Pieceworks 的积分问题，它每天会有免费的50积分赠送，生成一个影片呢需要花费10个积分。OK， 结果生成好了，我们点击看一下。非常不错，这个远景影片。同样的，点击这里的 Upscale 升级一下画质。生成好了之后，把影片下载下来。OK， 近景和远景的影片呢，我们都做好了。来到剪辑软件，把它们上传过来，拉到时间轴这里。添加一个转场动画，然后我们可以为影片添加音频。这里有个注意点需要告诉大家，剪映里面的音乐很多都是不可商用，也没有版权的。如果你的输出结果是要用来盈利的话呢，那么就要注意了。这里推荐一个网站给到大家，abit.io， 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它这里的音乐和音效都是没有版权的，我们都可以使用。鼠标移动到左侧菜单栏，有 Music 音乐和 Sound Effect 音效。比如我点击 Search 按钮，在搜索栏输入 Ocean 海洋，点击 Enter 键，就出现了非常多海洋的音效。我们播放这个看看。OK， 不错，我们游轮美女需要用到，把它 download 下载下来，点击右下角的 download 按钮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还要找一个音乐，鼠标移动到左侧，点击一下音乐，然后点击 Search 按钮，在搜索框输入 Travel 旅游，点击 Enter 键 ，Abit 呢就搜索出来了3986首免版权的音乐了。我们听一下这一首。Back home to me, where rivers are running free. OK， 非常好，是我想要的。大家可以看到头像的右下角有一个 Trending Track 标志，它的意思呢就是这首歌是一个热门音乐。一般热门视频呢肯定都是用的热门音乐嘛，所以我们把它下载下来，右下角点击 Download 按钮，
回到剪辑软件，点击媒体这里，导入我们刚刚下载的2首歌曲，添加到时间轴，我快速编辑一下。OK，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还不错，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2个场景还是让人感觉有点像拼接，而不那么连贯？那是因为特写镜头切换到远景镜头的时候，是要保持完全相同的焦点，才会让人呢觉得整个画面只是进行了镜头的拉伸，故事呢才不会像拼接剪辑那么突兀，整个影片才会连贯，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要有电影感。观众呢才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接下来教大家怎么让不同镜头的影片焦点一致。鼠标移动到上面文本选项，添加一个默认文本，文本需要横跨2个场景，然后把墨字拖放到第一个场景的眼睛的正下方，用墨字来进行定位。可以看到墨字基本就在脸部的正中间了。鼠标再移到时间轴，选中第2个场景画面。能看到眼睛是需要往左边去一点才能保持同样的焦点位置，可以先在页面上进行画面的拉伸。OK， 现在眼睛的位置呢是差不多对了，然后在右侧的位置大小这里调整细微的参数，包括缩放比例、位置 S 轴和 Y 轴都可以来调整画面的位置。让这个远景画面的焦点跟前面近景画面的焦点保持一致的位置，保证墨字在脸部的正中间。OK， 现在看一下，差不多就只是镜头缩放的感觉了。把默认文本删除掉，怎么样？是不是就像我们在前面拿着一个摄像机，从近景的场景把镜头拉远到远景场景了？整个影片非常连贯，就像电影镜头一样。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成果。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成果。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 AI 资讯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我是小发，给我个关注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Running